我们大家或许都知道，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从2021年开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昨天我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大概在下班的这个时间，我拿着我的相机出门，在我们家旁边找了一条马路，然后我在这个马路旁边用相机记录下了每一辆路过的汽车它们的车牌。我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给大家看一下，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是不是真的那么普及以及说在路上，比如100辆汽车当中，有多少是新能源汽车，有多少是传统的油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拍的这个视频。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的车牌，一般来说有2种颜色，蓝色和绿色。蓝色代表的是油车，绿色代表的是新能源汽车。等会儿大家还会看到有一辆车，它的车牌颜色比较特别，它的车牌颜色是黄色。那黄色的车牌代表的就是说，这辆车它是一辆教练车，也就是它是驾校的教练开的车。那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教练车是油车还是电车，所以我没有把这辆车统计进去。每经过一辆汽车，我都会把它是油车或者是新能源汽车的信息给记录下来。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拍这段视频的时间之内，这里一共经过了多少辆新能源汽车，多少辆油车。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视频片段，是我在工作日的晚上6点12分，一直到6点22分这10分钟的时间当中拍摄的。那么这个是很多人下班回家的时间，而且视频当中的这条马路，它正好在居民区的旁边，所以这段时间它的车流量还比较大。现在视频看到了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油车的数量这个路上行驶的油车的数量要远远的多于新能源汽车的数量。刚刚我们看的这个视频呢，它似乎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的电动车或者说新能源汽车，它的普及率好像没有那么高，对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马路上，电车的数量是要远远小于传统的油车的。但是这个数据它其实并不能特别完整的、特别正确的、特别准确的反映电动车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因为如果我们要看电动车或者新能源汽车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受欢迎的程度的话，更加准确的一个数据是要去看电动车的渗透率渗透率这个词我也是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才学到的。它指的就是比如说100辆卖出去的新车当中有多少辆是电车那这个数据就是电车的渗透率。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的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36%如果我们把欧盟地区当做一个整体来计算的话，来统计的话，那中国在这个排名当中就是第一。但是如果我们把欧盟当中每个国家分别分开来算的话，那挪威是第一所以说了这么多，简单来说就是在中国，我们的电动汽车它受欢迎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新增的汽车当中，有非常大比例的汽车，它们都是新能源汽车。只是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情况，可能是新能源汽车它的绝对值、它的绝对数量似乎还没有那么的多。
另外呢，我给大家展示的也只是长沙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视频是在长沙拍的。那其实长沙在中国来说，并不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最好的城市。那最好的城市，首先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的大城市在这些城市当中，电车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比较好理解。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政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当中，政府针对那些传统的油车会有一些限行限号的措施。比如说，你可能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3天你不能够开车，你只能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这几天开车，对吧？这个是其中的一种限制。举个例子，另外还有在这些城市，你想要买到车牌号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就是说，虽然你有钱买车，但是你可能买这个车牌号买不到，所以你在这些城市住的话，你想买一辆油车是特别麻烦的事情。那根据政府的政策的话，这些新能源汽车是不限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是新能源汽车，它没有那种车牌的限制，你不需要等号，你可以直接上车牌。另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有一个省，它的电动车的渗透率非常非常高。这个省呢就是海南省。这首先和海南省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海南省它在中国的最南端，那它全年都是气候非常适宜，就非常温暖的，所以它就特别适合开电车，对吧？就没有天气冷对电池、对电车功能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呢，就是海南省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政策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如果你开的是油车的话，他们的汽油价格非常的高。也就是说，你去这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你付的钱不仅包括汽油本身的钱，你还要付一些，比如说公路的养路费然后什么高速公路的这些费用全部都包括在了汽油的价格里面。但是如果你开的是电车，你开的是新能源汽车的话，你就不用付这部分的费用，因为你不用加油，对吧？而且他们的电费也相对便宜。所以说，海南省它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远远的超过了中国的平均值，达到了50%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海南每2辆新卖出去的汽车当中，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视频的全部的内容了。那么其实除了这一期视频之外，我还制作了另外一期跟这个话题有关的迷你播客，发布在了 Patreon 上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之后，你们可以获得所有的文字稿以及我制作的更多的迷你播客的内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先到这里。最后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的国家，现在电车的普及率或者说渗透率是多少呢？以及如果你们现在打算买一辆新车，你们会考虑电车还是传统的油车呢？原因是什么？欢迎你们在下面的评论区分享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